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回到中广流行网，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侦探阿宅的万事屋》。今天邀请到的来宾非常的特别，他是林胜峰心灵工作坊的创办人林胜峰老师，老师欢迎您。你好，大家好。所以兄弟，我想请教你，就是你在网站上面的自介提到说，你在这个领域深耕很多年了，但是你发现传统的諮商跟临床心理的治疗，可能不见得能妥切的服务到需要的朋友，所以你投入比较新的疗法，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为什么吗？传统的疗法它的限制在哪里？这可能要从我自己的生命的经验来谈哦，因为我一开始是走临床心理相关的领域，然后就做心理师。那其实在医院也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到大专院校跟其他的医疗机构。但我总觉得好像有一些部分的个案啊，它其实是很难被协助到的。对，怎么说？就是他可能他的症状是很严重，或者是他脑袋的一些思想他是很固着的，但那个部分其实呢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如果以传统心理学来讲，它需要甚至到几年的方式去改变。那也因为我自己有一些自己生命的历程，我在十年前左右呢，我就接触到了一套身心灵的课程。那套课程呢，它是架构在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可以理解的认知的意识层面上的阶梯，慢慢的让我们从身心到灵的层次。所以我在那边学到的时候呢，发现其实从能量去改变一个人，其实是最快的方式。所以我才开始接触了他们那边的团体跟那边的资深的老师，他们的疗愈方式。那就很突破我传统的一些思维，比方说，可能传统的心理治疗呢，我们像一张白纸一样，我们就要映射个案的一些状况，没错。但是呢，我们在用一些不同的视野，比方说灵性的视野来看的时候，他可能会看见他过去有一些为什么他会形成他现在这个原因的因。对。那如果那个个案他自己有一些意识上的超越或转换，或者是觉察的时候，他就更能够更快的去转化他的问题。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在情绪上面的清理啊，透过一些能量的疗法，其实是更快可以去让个案把一些卡住的一些潜意识的情绪是可以更快的释放出来的。它是有一些技巧的。那有别于传统的，就是让个案自动的去成长或自动的去表达，那个速度我觉得快很多。所以后来我才开始去整合这方面的部分。然后后来把这样的一个身心疗法、能量疗法的部分，再跟我传统的这个心理諮商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现在我的疗愈的方式多半就是会整合这些部分来去做。所以那我想要稍稍的挑战一下，就是譬如说有一些当事人，他们可能是思觉失调的患者，甚至他有一些攻击性。对，好，那您的这样子崭新的疗法，对于像这样子的当事人，一样有机会可以协助他们吗？一样有机会可以协助，但是我们就是要看这个个案它的位置或它的状态在哪个程度。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疗愈个案我们其实是要尊重眼前的这个灵魂。意思就是说，他内在如果他还没有准备好要改变，或他还没有想要改变的时候，你是不是说我们看到有一些东西就挖下去？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这其实是不尊重眼前这个灵魂的。那有可能引导到他准备好吗？因为很多人其实就像可能很多人是处于兄弟你说的这种没有准备好的状态。是有可能啊，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其实是在找一些更快速的方式调整他自己，他内在是渴望的。对，所以有时候不是从他表面呈现出来的样子去看他都够不够渴望，而是你要去探索他内在够不够渴望，那是需要有一点专业的协助啦。但是呢，就我自己在那个身心疗法的那个团体，我看见的非常神奇的部分是，真的有因为思觉失调而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转换的过程，然后调整到蛮
好的程度的是个案，蛮特别的。然后也有很多他们是有一些癌症，然后已经在化疗的个案，对，走这样的自然医学的疗法，然后回到就是医生可能说你已经可能只剩下几个月，但是他们却又活了5年、10年的个案，所以我就会在这中间发现非常多的见证，然后让我越来越相信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存在，这样子是也是因为这样子，你创办了林胜峰心灵工作坊。对，的确，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坊的成立，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啊，他们可能没有到需要走进咨商室是，或者是他碍于自己的时间或空间的问题，他可能只能从网络上来学习。对，那我特别做这个工作坊，其实是想要把这样疗愈的力量可以推广到更远，然后让更多需要的人可以透过他们更适合的方式来学习。伙伴，这段你想要分享的歌是来自恩雅的歌，是什么歌呢？这首歌其实是叫 Only Time。为什么想分享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记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呢，现在也年轻现在年轻，谢谢。那时候其实我觉得那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有抚慰到我的灵魂。哇哦！对，以前我也经历了一段很长时间的黑暗跟忧郁，所以然后我在那个时候呢，就会常常放这首歌来听。然后我觉得在这首歌的这个曲子里面，我感觉到我灵魂是真的有在暗夜里面得到修复跟休息的感觉。是，我们来听这首歌吧。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回到中广流行网，收听由我侦探阿仔主持的《侦探阿仔的万事屋》。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在心理治疗领域已经服务有10年以上经历的林胜峰老师。老师，欢迎您。你好，大家好。所以兄弟，你刚刚提到，就是我很好奇，因为我们从刚刚节目上或者是私下聊天的时候，你都有隐隐约约提到，就是在你的生命中，对，有一段至暗而且比较幽暗的一段时光，可以说说看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历程，以及最后你是如何走出来的吗？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我自己高敏感的特质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我在很多的我的直播里面有谈到关于高敏感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很少数的族群都可能会经历这样的历程，就是从小你的感觉或你的想法或你看到这个世界，可能你身边人都没有办法感受到或看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点就在于，你可能会开始怀疑你自己，或者是你会否定你所有的感觉或是你的想法。对，那其实在一路成长上面呢，我一直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就陷入很深的一个黑暗跟忧郁，我甚至会觉得我好像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想法？那你有跟家人讨论吗？当时也没有，因为那时候已经自我封闭起来了。所以那时候我印象有一个蛮像很黑暗的感觉，就是我感觉好像我不太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必须呢要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跟我聊天或互动，我是借由另外一个人感觉我还存在着，那种好像失去存在感的感觉。对，还有那种在那种很忧郁的状态下有失去那种时间感的那种感觉，其实是蛮恐怖的。是对，因为如果说我们自己在黑暗里面，但是呢，如果那个黑暗你感觉到它是一种永恒的存在，你觉得那会很恐怖的吗？没错，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呢，如果是以灵性的角度来讲啊，可以称之为一个灵性上面说的叫做灵魂暗夜。灵魂暗夜。但是我觉得很多的灵魂呢，在他们破框的过程，他们其实都在超越自己这个历程。对。所以当我们内在有足够的这个力量跟渴望的时候，其实就在我生命的转变的时候，就遇到了我刚刚说的我的这样的一个身心灵的团体。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重新的去转换这个黑暗的历程，然后不断的透过能量的疗法来协助我自己。是，然后回过头来才会去看见说，为什么我在我这辈子会经历这样的一个历程，是，还有为什么我是用这样的角色跟这样的一个状态，
生在这个世界上，重新找回我对于我存在的意义的时候啊，我其实就更能够知道我未来的生命要往哪里去。了解，所以那我想要小小请教一下，就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包含我自己也是，曾经就是在人生中有一段您说的灵魂暗夜，在经历这一段灵魂暗夜的时候，当然会有好的因缘跟可能有相对不好的因缘，来试图去跟我们做接近。对，譬如说，有些当事人可能就因此陷入了一些不好的团体的，像邪教，或者是有些别有用心的这一些宗教团体，去把他们带进去。又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因此就走不出来了，后来做了对自己或对其他人都不好的事情。对，那我想请教您，就是当然，因为兄弟你的因缘比较殊胜，你遇到了不错的团体，然后协助你走出来。那除了遇到这样的团体可以走出来以外，他们还可以寻求什么样的协助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在那时候，我自己的一个，我觉得是特质吧，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哦，太棒了！对，所以其实我是一直不断的在找方法，只是我一直没有遇到而已。但是有可能就是在我们还没有经历完那一段过程的时候，也没有遇到这样子，对，就不会出现。但我记得那时候印象有点深，那时候我开始疗愈走一段路的时候呢，有一个疗愈的老师就说，其实你没有很想活是他这样讲。所以那时候我才突然惊觉到，也许是我内在有一股力量协助着我自己，让我自己不断的往前走。是，所以我觉得在那样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要做一些什么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做的事情是，如果你有些信仰的话，你可以跟你信仰做一些祈祷。如果你没有信仰的话，你可以跟你内在的自我那个更大的自己，对，叫做大我，或是内在的神性或佛性，跟他做一个祈祷，协助你可以去穿越这个历程。是，那当我们的心念跟信念如果够强烈的话，它就会更快吸引到我们可以转变的一个人事物来到我们身边。是，所以您刚提到祈祷。那假设他本身没有信仰，他要如何跟自己的大我或者是神性或佛性那一面去做祈祷呢？有没有什么公式，或者有什么表达的方法吗？我觉得如果没有什么信仰的话，很简单的就是你把注意力回到你的心，对，然后你就告诉你就是请你的心引领着你自己，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越来越知道心跟脑是有差别的，对，心的电磁场是脑子的5000倍，所以与其我们用脑子一直不断的去想破头，我们其实是困在过去的惯性跟那个回圈当中，所以唯有让我们的心的能量去带领着我们，才不会被脑子绑架的时候，我们就更快透过心的能量，因为吸引力法则嘛，你心念如果够强，你就会吸引到适合的人事物来协助你。所以我回想我当时好像冥冥之中都有一些助力在协助我去推着我去突破这些困难的过程，可能就是我当时也是一直有这样的信念告诉我自己，或是跟我内在做一个祈求吧。兄弟，我再好奇问一下，在当时因为你有试过很多方法去让自己就像溺水的人一样，对，我们想要抓住一根浮木，或者是游泳圈、救生圈，那当时你没有想过要跟家人求助吗？当时我的确是没有。真的那他们也会很担心吧？要看他们就是有没有发现所以他们没有觉察到这件事。因为高敏感人就是很能够觉察别人，对，而且要伪装自己，其实相对也会蛮厉害的。哇哦！所以像我在諮商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人他在讲他的过往的历程，可是他就是笑着讲，但是我却可以感觉到他内心已经是很痛苦了，千疮百孔。所以如果你平常不够敏感的话，可能你也只能看到别人表面的那些伪装而已。是，感觉很适合做真心社的一个能力。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回到中广流行网，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侦探阿宅的万事屋》。今天在现场的是林胜峰心理工作坊的林胜峰老师，老师欢迎你。你好，大家好。所以老师，您刚刚提到说，就是你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疗法，后来你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那我想请教您，就是你有在网站上面提到您的专长是潜意识的对焦与清理。对。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可以跟大家分享吗？因为我也是自己走过这样的一个疗愈历程，所以我对于这样的路径会比较熟悉。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多半人都是往外去求的。就是别人怎么样害我的啊，为什么你这样子，为什么他那样子，为什么我遇到的人事物是这样子的。但是当我们走上疗愈的历程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是要打开对于内在觉察的眼睛。那个其实在传统心理学谈到就是比较是表意识底下的潜意识。对，那这潜意识的部分其实就是过往早期我们经历的成长的过程，有很多的坑坑洞洞啊，或一些创伤啊，我们不愿意面对的那些东西，被压进我们的冰山底下。对，可是那些被压进去的冰山底下，我可以说它就是一股剧烈的能量。但是这个能量如果我们没有把它整合好或释放掉的时候，它被我们压抑在里面，它就会去吸引同样频率的人事物。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轮回当中。所以我的潜意识的疗法主要会协助去看见这个个案他到底在经历什么样的惯性模式。也许他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情绪反应永远都是生气的。对，那有些人他的情绪反应永远都是委屈的。那会陪他看到说，为什么他会是这样的惯性模式，而不是另外一种惯性模式呢？对，那他看见之后呢，他就有选择权。因为你没有看见的时候，你就只能在那个回圈里面。没错。但你看见了，你至少可以想到一些方法或寻求一些协助来打破这个循环。所以我会协助他去看见这样一个回圈，以及呢看见他的课题是什么。好，比方说像我有朋友啊，他就在讲他跟他家人关系如何啊，然后很讨厌啊，怎么样，然后应该要怎样，然后我就有时候是一个直觉，但有时候从他讨论的话题里面，我就说，其实我觉得你的主要课题是关于失去。其实你是怕失去家人的。是，所以其实他在失去这个课题没有去超越的时候，他就会很多的拉扯跟情绪勒索跟纠结。那有些人在情感里面，他可能会有一些背叛的课题。对，那如果这个背叛的课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他在关系中往往表面都很好，事情也没有问题，但他心里就会有一种我要被背叛了，这个人是不是不喜欢我了，或者是我是不配得到你这样的人的时候，那其实那个根没有去处理好的时候，就会衍生出很多的问题。是，所以协助他去看到这个核心问题跟惯性模式啊，基本上就可以协助他从根源去处理。是，所以你刚刚提到有一个重点，有一个 keyword 就是看。你要看见，不管是你看见他，或他看见自己。是，那这个看的过程，兄弟，您是透过他所表述的内容，还是依据您就是高明的天赋，还是有更多形而上的帮忙去看见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有这样的特质，就是高敏感。所以本来看事情好像就比一般人看得更深入。是。但是我也常常跟高敏感的伙伴说，我们过去如果没有被疗愈好，看得这么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痛苦啊。对。但是我们疗愈好了，这反而变成是我们一个天赋。没错。那但是一般人要如何去锻炼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的。透过一些升观的学习啊，或者是一些觉察的练习，或者是像很多的比较是冥想啊、瑜伽这类比较灵性方面的学习，是可以让我们回到我们打开自己觉知的状态。那打开自己觉知状态之前，我们需要把自己内在的情绪啊，还有一些潜意识的一些坑坑洞洞修复好，我们就会变得更清澈。你就会更如同一个清澈的管道一样，或者是更照映出一个纯净的镜子，去可以感受到对方的状态。哇哦，是。这段你想分享给大家的歌是陈奕迅的《好久不见》，为什么想分享这首歌？这首歌呢，其实
我当时听到的时候，其实是很悲伤的一个状态听到的。我想也是。但这首歌呢，是让我感觉到可能有一些很失落的，不管是我喜欢的对象，或者是其实那是一个内在很失落的自己的某一个部分，但是我却找不到他，的那个痛苦的感觉，所以我在那时候有点嗜血，就是在那个痛苦的状态里面，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突然很有感觉啊。但我觉得他也在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更把内在的眼睛打开，去把自己内在失落的那些部分把它整合回来，我们就能超越自己在失落这一块的部分。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吧。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回到中广流行网，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侦探阿宅的万事屋》。今天在我身边的是非常优秀而且专业的临床心理师林胜峰老师，老师欢迎您。你好，大家好。所以兄弟，你有一篇文章是要减重之前先爱自己，对，包括我的脂肪细胞，我也要爱它吗？没错。哦，真的啊？可是脂肪细胞它越来越大了，我不想爱它呀。但所以我们要去探索一下，就是我们自己为什么它会变大？因为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嘛。因为我吃太多啊，蛮多，就是有些减不下来的人，他们其实做一些像减肥法啊什么，也做很久了，他们也是很认真的。对。可是如果那个部分还减不下来的话，我觉得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心理的原因。那我自己啊，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有一次，我请他做一下，就是跟自己身体的对话练习。我就请他去问一下，说，他为什么觉得他的背很厚，然后就减不下来？然后因为他已经跟我互动蛮久，他就有一些感觉了。OK， 他就突然说，他感觉到他的背啊，回应他说很害怕。我说，那你问他为什么害怕？为什么害怕？然后他就感觉到他的背跟他说，因为他想要把他的背的消灭掉，所以他很害怕，就是把脂肪细胞消灭掉，很害怕。OK， 那我就说，所以很有趣啊，你越想要消灭它，就他越抓着你不放。OK， 那太恐怖了，对不对？那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他要一直紧抓着我们不放？还有他为什么会一直存在的原因？他就想到他在年轻就是求学阶段，他其实是有被同学欺负的。是。那时候他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因为年轻时候的我们也不懂这些道理。但是好像他就越来越快。然后就比较没有被欺负了。是。所以其实我就陪他去探索他的那个虎背熊腰的那个状态，其实是他的身体在保护自己，没有就是让自己不要再一次被欺负。所以我就带他做一个简单的感谢的练习，就是跟他的背对话，就是谢谢他，就是这么长久以来，就是协助他有安全感，然后不会被欺负。但是现在呢，他已经不需要用那种方式保护自己了。然后他做完之后，他的感觉就好像心情也好多了，然后好像也跟他的背没那么对抗。现在背就慢慢消失了吗？后来他好像真的有稍微比较轻一点，稍微，对，稍微，对，当然还是要靠我们饮食的努力啊。对，好，反正我们要先跟自己的脂肪细胞对话。没错。那我对话的时候要在很安静的地方，我才能跟我的脂肪细胞对话吗？通常我们越专注，越能感受到一些讯息啊。好，那他如果不跟我讲话怎么办？他如果不跟你讲话的话，就代表他还没有想要跟你对话。那我该如何打开跟他对话的这扇门呢？因为我很想跟他对话。对，通常我们如果学习跟自己身体有更多的连接的话，我们就越来越能够跟自己身体互动。像很多人其实一开始在疗愈的过程，他们是没有办法跟自己身体连接的。对，我可能带他们做放松练习，或是一些跟身体连接的练习。做完5到10分钟，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肩膀好硬，突然感觉到腰好酸。我跟他说，不是因为做完这些练习腰好酸，是你本来就很酸，可是你以前都切断，对，你现在感觉到了，就要好好的去照顾你自己。
我看到您的那个脸书上面有分享去喜马拉雅山，然后大家都很累，对，因为那个疲累的感觉被释放。没错啊，是。就你刚讲到喜马拉雅山，就是你有去过很多国家，像我看到你去尼泊尔、松乌兹，然后去喜马拉雅山，我觉得那是一个好羡慕你哦。那有没有哪个地方让你觉得能量满满，可以重新蓄能 empower 的 ？OK。其实喜马拉雅山脉在整个地球上，它是一个能量很高的地方。是。那我会去到是因为一个机缘啦，是因为我合作这个颂钵疗愈的老师，他当时就是去尼泊尔那边把颂钵疗愈学回台湾来做教学的，所以他邀请我一起去代课。对，这是一部分。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值得分享的是，我在去年9月的时候，跟着我在身心能量疗法这个团体的一个资深的老师，到那个美国的雪士达山那个地方去做一个灵性的一个探寻，这样子。那我觉得那边是我觉得这辈子以来我觉得非常疗愈的一个小镇。因为呢，那个小镇的人，你只要抬头就会看到一个雪白的、很纯净的一座大山，就有点像是日本的富士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看上去特别的纯净。所以你是透过整个环境很纯净来返回到内在，也去感觉到内在原来你自己是可以这么纯净的。好棒哦。那可以分享一下照片，让我们可以羡慕一下吗？可以啊，暂时没空去。那时候拍了蛮多照片的，羡慕，太羡慕了。我们现在听首好听的歌是来自陈奕迅的《不如这样》。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回到中广流行网，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侦探阿宅的万事屋》。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非常温柔又乐于帮助人的林胜峰老师，老师欢迎你。你好，大家好。所以老师，我想请教你，因为你今年的脸书贴文上面提到很大量的爱情。对，没错，因为我今年就是开始谈爱情的部分。好，所以今年是爱情年，你的爱情年。也不太算啦，对啊，因为我觉得爱情这件事情是很多人的困扰，是。那我觉得准备一个到位的状态，我才开始分享这部分。对，因为通常我们能谈一件事情，是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我们的困扰了，我们才能去分享给别人。的确没错。所以今年是你的爱情年，也可以这么说。是我说对了，好吧，可以这样说啦。所以好，所以我想请教您，爱情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以及你觉得爱情对于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爱它这件事情呢，它是有层次的。就是你要的是两个人的关系的那种小情小爱，还是你可以感受到整个宇宙的这种大爱，其实是有不同层次之分的。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对于爱的定义就是我们能够在生活无时无刻，不管是有另外一个人或者是我自己，我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或是我存在身边是有很多的爱的流动的那个感觉。感觉很重要。如果能够常常去感觉到那份感受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很棒的一个爱的感受。是，就是这感受在你看来是双向的。就是你感觉到你在爱他，对，他也在爱你，是双向的。然后这是您对爱的定义。那你觉得爱情这2个字对于人生中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爱情呢，我觉得用小一点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一个对象。对。那其实我也钻研了很久关于这方面的这个学习哦，就是这个对象它其实就是来提醒我们，或者是来让我们学习如何去把我们自己内在有一些比较没有去触碰到的，或是很渴望的，但其实本来就具足在内在的那些部分，把它完整回来的一个过程。是，但一般人可能很难理解我刚刚在讲什么啦。但是重点就是我们透过从别人的眼中看见我们自己是什么样，而且透过我们的疗愈，让自己慢慢的完整回来的一个历程。我觉得，所以在你的感觉里面，爱情是一段愉悦且丰实的一个过程，是吗？那是结果，过程可能会很辛苦，或是走得很坎坷。那我想请教兄弟你，就是我想挑战一下，就是我们有读过林怀民与妻诀别书，对，就是他为了要革命，然后必须跟他太太说，爱妻卿卿如晤哦，然后我要跟你说拜拜了。是，那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的确，在你的心中被称之为爱情吗？
我觉得这个就回到我刚才说的，大爱跟小爱是。那在我自己的体悟上，我觉得，我们对于爱情的很多人，或是包括以前的我，他的理解都太局限了，是，就是一定要这个对象才能给我这样的爱。但是如果我们生命里面可以允许各式各样的不同层次的爱进到我内在的时候啊，其实我不一定会纠结在这个点上。哦，是，就像我记得另外一个就是故事，就是有一个出家僧他也是他为了就是要出家服务更多的人，他就与他的妻子诀别了。哦，那其实那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在超越自己的一个历程，虽然过程很辛苦、很痛苦。可他老婆很可怜呢。对啊，他老婆如果我们是以小情小爱的角度，当然是可怜的。但是呢，我想生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课题，或者是一样的这样的历程或生命的蓝图，在他们之间，肯定有这两个人灵魂要去超越跟修炼的啊。那这样，比如说，如果哪一天我太太说她要出家，那你的挑战就开始了。好，那伙伴，就是这一段你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是田馥甄的《小幸运》。对，为什么想分享这首歌？因为当时我在电影里面看到的时候，其实也是泪流满面。哦，你也是性情中人。的确，因为我想我们在成长青涩的那个年代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对于爱情的冲撞跟碰撞。对，不管是受伤了，或是让别人受伤，也许当时的我们并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我们也在这过程中学习。所以听到这首歌，在回味过往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疗愈自己的一个眼泪啊。是，那听众朋友听了就今天老师您的分享，如果想要找到您的资讯，可以在哪里找到呢？哦，你可以搜寻林胜峰临床心理师。是，那因为特别。因为这个广播节目啊，我们特别有一个免费的一个名额，就是让10名的听众呢可以做这个免费的专家咨询。是，那如果说想要透过专家咨询，然后跟我互动的话，就可以到我的脸书，可以找到这个讯息栏，就可以跟我们的脸书的小编做询问。那当然我自己呢有这个身心灵圆满系统的工坊的课程，对。那如果呢想要知道课程的内容的，也可以跟我们做询问。那特别如果说是透过这个节目来的伙伴呢，有给大家一个特别的优惠的课程费用。是，太棒了！再次感谢李胜峰老师来节目上这么有趣而且这么精彩的分享，也祝福各位有更圆满的人生，更美好的将来。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广播内容。如果遇到任何疑难杂症或任何问题，欢迎在脸书上面搜寻立达征信社或征信社阿宅。大家晚安，拜拜，拜拜。